我这个节目没有嘉宾都精彩，你那个节目如果没有神秘嘉宾，只有超级巨星，精彩吗？那好，来继续。全听你说。当初你是怎么样来新加坡？万里挑一耶，真的是。我怎么把话讲得很简单一点？有个背景，就是90年代初，很多中国的年轻人要出国见外面的世面，这是个背景，大背景。可是很难，很不容易。没有护照，而且出去呢，基本上都是打工，就除了留学、学语言、打工，打工就是餐馆。哎，机会来了，新加坡也算海外嘛。新加坡电视台电视机构那个时候是 SBC， 招聘男女电视节目主持人。啊，几月几号报名考试，我就去报名，然后就多少人在那里报名？后来据说上海就1000多个人，全国好多人。中国他们走了广州、北京、上海、深圳4个城市。当初来的很多中国的一些很有名的艺人，真的后来只剩下你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的让我有满足感。我经常有满足感，比如说我跟你有机会主持大型节目了，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对吗？你记得吗？本来我们做了半决赛，决赛不是我们做，对吗？后来决赛也是我们做，我觉得那是个起点，真的。那是半决赛表现好。后来我们做环岛啊，很多朋友喜欢啊。我们将会在节目中呢为您介绍新加坡人的衣食住行，还要带您进入各行各业，让您更深的了解新加坡。我们将会带您环岛新加坡全岛，让您更了解。如果您想知道的话呢，我们都会尽力的去追根到底。哎呀，穷追不舍，打破砂锅问到底，把全岛的资讯都告诉你。然后除了工作上不断的有进步，不断挑战被认可之外，实话实说，公司待我也不薄，我的薪水一直在涨。就是薪水的涨是工作对你的认可，其实同时你不用这样看着我，同时它带来的一个所谓的负面，就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离开，因为你没有这个动力去离开嘛。是吗？你安逸了？不是，没有这个动力，你总是动力有新的目标，哎，闯到了，被认可了，接下来公司说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在等你，我要去想，要努力，要拍戏，对吗？努力的同时，公司又给你一份新的合约，薪水又怎样怎样。到2000年的时候，不管换不换公司，这是次要，我自己开始拍古装片，武打戏，对我来说多刺激。所以你知道吗？一个在业务当中、工作当中最幸福，就是他这个行业里面不断的在挑战、刺激、机会。你是科班生，你是属于要演戏的哇！你来到这边，你就档都是主持了，跟你的理想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跟你讲，我来的时候签2年啊，2年啊。我刚才背景是终于可以出国了，而且我说。国家电视台主持人，问你有公务员，我真的来的时候公务员。你可以透露一下那时候薪水多少？1500。这个没有什么好瞒的。1994年。你懂我比你资深吗？我比你资深1-2年。你3000多？980，还没有扣 CPA。我本科毕业，专业人士，好不好？我们就别谈钱了。对啊。什么讲？你问，决定你问。你问了，就是你入行这几年，你在主持现场节目的时候，听说大嫂有一些对你一些提点，你有一些怪异的表情，我还真没发现。你没发现？有什么小东西让他挑到？他就说我的笑容。怎样？我以前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一句话，举个例子，比如说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欢迎来到电视大礼堂收看什么什么慈善晚会，然后你开始讲话了啊。他说你看你的嘴，你看你的嘴。他说你要么就不笑，要么就他说干嘛呀？包回去的。我天哪！后来我看真的是这样。后来我再想一下，为什么包回去呢？因为理智告诉我不能，总不见得待会晚会，那这不可能嘛。肌肉还在那边嘛。可是人也不可能一直这样嘛，又不是拍照。如果变相讲的长，就变成。哦，很恶心，还会这样抱起来。有吗？你怎么改了？怎么改了？你这些没有，你只要意识到就改了，这是没意识的。现在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做节目，你说你会关心你怎么笑吗？不会，没有人去想这个，就大家晚上好，然后该笑笑不笑，然后你看松弛有一个明显，什么叫松弛？松弛就是说我们收看大礼堂，就轮到你说。这不很自然吗？也很自然吗？对吗？谁规定非要从此一直盯着机器？不需要啊，反而这样更好，还有个交流。
然后你可能也看着我，等我讲完了再移过去，哎，是没错，那这很自然的。是，你看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除非什么时候该看，哎，除非设计好这句话，好的，这又很假，对吗？啊，这个东西不用设计，可是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你整个人松弛了，你心态松弛，你就会有一种正常的交流，机器也交流，对手也交流。所以就是在一个不紧张的状况下，你改掉了那个小毛病是？不，先是刻意改掉毛病，再不紧张的。刚开始也不敢看对手的，只是把这个笑完之后，就想办法，就至少第一步不要撅起来，但慢慢放松，还蛮难的，真的，你不相信 ？OK， 好，再来就是你最喜欢主持什么节目？什么类型？访谈类。其实我想顶替你的位置，我很羡慕你。接下来要不要做一个亮出你说？哎，不错啊。我们可是我们俩倒过来访加在一起把这爆啊，我们减一点。谁跟你一起啊？你走。你不是去北京照顾女儿吗？问题是，你给人家主持访谈，你给人家压力呀。不会。你不要说不会，你不能不承认，你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你必须得承认，对吧？没有啊。有，你知道很多人跟你聊天都是有压力的，撰稿压力，同行有压力，艺人有压力。哎，一峰，我还要在这边混过去，我求你了，你没有必要嘛！你这样讲我，你讲完拍拍屁股走了。我是要跟你讲，你明明你刚问我喜欢主持什么节目，我说了，你就说你最不适合的，因为没有人上你的节目。因为你刚刚讲说那个你要把我干掉，我是要跟你讲，你适合大型节目。不是要干掉，干不掉你的，怎么干掉？你就适合大型节目嘛。这话哦，就跟骂人没两样。嘿，那你就是这样，你在这个地方被定型了。你讲到一个重点，因为以前啊，现在不会了，现在可能上一点年纪，而且公司也给很多机会，我各种东西都有涉猎。以前有段时间，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很痛苦，就是我的理念没有变。你今天给我这个节目，比如说慈善晚会，比如说红星大奖，我只能这么做啊，你还要怎么做？可是我这个节目做多了呢，既定印象。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哈？其实有很多导播不敢尝试，其实你们应该尝试一下。我跟你讲，你如果找今时今日，也不止今时今日，前2年你只要找我做，我不知道什么节目，随便就户外哈，你会看到一个疯子，你很拼命。对，我那时候跟他做当然邻里那也的时候很可怕啦，疯子也不好。可是我的心态，我会发神经病。当然，我必须承认哈，就没有人站起来说我什么都是全球第一，什么都是，对吧？100%的到位，其实不尽然。可是我们来看一下你黑玫瑰的几个造型，其实是黑玫瑰也很拼啊，很拼。可是我跟你黑玫瑰哈，OK， 你先看我再跟你讲。没有人，金哥哥 OK 没人，还好。大家好，我叫郭靖，非常有幸来到贵宝地，先给各位见礼了。好，大家好。本来我一直是谈音乐和工作的吧，是，叫我来谈八卦。也真的非常高兴来到新加坡，我很喜欢新加坡，新加坡人杰地灵。你可以说造型很像，可以说有一定的相似度、好笑点，但是我跟现场的这几位大师都不一样啊，全大师啊，周重庆啊、钟情啊等等啊，我觉得他们很自然放松，我是演的。你们不知道我做多少功课，其实我是不放松的，我连说的话都是预好的。你们可以很放松的扮一个人，然后进入状况，我不可以的。我对效果要预判，就我这样到底好不好笑，能不能变得好笑？你享受吗？享受，你不觉得这因为样压力？因为你脑子里设计的，你得做出来啊，那多享受，要不然光想了有什么用？老天让我这个学的东西能吃饭，这多大的福分啊！对我来讲，人活到50岁以后，我就发觉，居然你学的东西还能赚钱，哇，那就很大的福分了。女生可能想嫁个人呐，对吧？我觉得你在这行付出跟你的热情一直都不减，然后你得到的所有的东西都让我觉得好像分外的珍贵，让我觉得我好像暴殄天物这种感觉。可是老天爷公平嘛，可能给郭亮了一些固有的一个天赋，但是忘了给他一点点得奖的几率，就是郭亮大哥是有史以来入围最多次，17次的入围。17届入围是因为没主持人，就5个人，怎么也排到你了。所以我就说，我17届当中最起码16届，我就知道不是我拿。为什么？因为节目不好笑啊。哎，
可是我很生气的是，那些专业评审，你评出来的专业主持人来做我这个节目，他们把它做成好笑的吗？他会做得像我这么专业吗？专业主持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你知道吗？你像看看背稿，这个人就背得比我不好，他凭什么一直拿奖？怎么办？我为什么心态已经平衡了，你懂吗？因为拿过就好。你跟得奖就差一点点，不是功利的问题，就是节目性质。然后每一年参赛的东西，你的都是比较考功利的，然后人家就旁边就下来一个程咬金，有综艺性质的，有挑战性质的，有娱乐性质的，有出国性质的，有比赛性质的，你就在当中就忽然间就没了这个机会。你要说遗憾，真蛮遗憾。你比如说，随便举例子啊，你比如说某一年大家把这个东西摊出来。啊，名厨出走记啊，就我现在随便想啊，就是类似这种。你让我评，我也不会给过量啊。就是综艺嘛，就热热闹闹，看个好玩，当中也有一点吸引人的地方，那当然是类似这种节目好看嘛，对不对？可是你想想，从监制的角度，你今天手上有几个案子，名厨出走，你会找郭亮来主持吗？你又不会。所以摆明先天我就没讲嘛，根本就不用把我拉出来入围嘛，我就入围简直就侮辱。把我拉出来垫咖。对啊。所以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是这样。你拿个相扑运动员跟摔跤手，哦，跟击剑运动员怎么比？所以对我来讲，讲不讲真的已经不重要了。对我来讲，这个节目有没有做拼命很重要，我对自己有交代很重要。各位，你们听看看，这个就是关键字眼，前辈 ，OK， 都已经在非常努力了，然后在镜头面前才感觉到不费吹你才能浪嘛，前对不对？继续浪。所有的后辈，不管你花多少努力，你都要想到这些成功的跟前辈，他们比你花更多的经验、实战的经验在那边努力着，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去超越，因为我们都很难跨越自己那一关。然后这个主持的奖项，我觉得就是稍微跟你比较无缘，但是你在得奖的那一刻，有拿过啊？什么叫无缘？就一座，千言万语，你看真的讲出来。10几年了，一直主持节目，从那边走到当中来，走了好多年，很开心拿这个奖。当然我知道，大概1个星期之后，很多观众朋友会忘记；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家人都不记得。所有的艺人，只有用好的作品，才可以让观众朋友不断的喜欢你、支持你。谢谢所有的朋友。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就是被认可一次了。我觉得还是一句老话，就是人们都说你郭亮至少是个可以主持的人，可以主持的主持人，对吧？但光说没有用啊。还是想要一点奖项的认可吧。啊，当然。你整个人有没有碰过人生真正的低潮？在工作上？有哎，我坐过冷板凳哎。哇，你知道我太太叫我去考一个 driver lesson 啊什么？啊？我没有考。好像那个时候好像还有房产经纪可以华文考试什么，我都动过脑子的。我忘了是什么时候了，有不长，有一段时间是的，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节目量锐减。郭亮的事业不只是多尝试，还有很多的触觉，去到了戏剧组，而且你还去到横店去拍摄几部古装剧，5部，差不多吧。拍到06年嘛，大概5、6部。那个时候回中国去拍到那个古装的时候，我记得你们都很爽，就是过足了戏瘾。一个科班生终于，其实我没有过足戏瘾，这都是武打戏，其实有什么戏瘾？我是过足武打瘾。可是听说你武打还挺丢脸的。是不是？你知道，重点是我们是第一次，对方不觉得你是第一次，没有人认为你是第一次。第一场戏，第一个镜头，直接掉到大概有3、4层楼高，起码你看这个空调还要上面，它是现场有一座塔，我站在上面，我告诉大家很好笑，没有任何动作，就是直接站立，因为武林高手飞上去站着，这么简单。Action。起来在空中的时候，人就开始抓狂，因为平身你不知道没有支点是很恐怖的，大家没掉过不知道，不是那么，你要习惯才嘎起来，刚开起来，哇，没有支点，我就手拉着钢线，不可以的，我死都不会放。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神经病，我放线我就死了，人怎么能死？拍戏有个病重要，对不对？啊，放下来，那个武指看着我，
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拉他？不行，我怕。你放松，怕什么？讲了半天，我才知道，才也是很紧张。完就的一个镜头下来，居然浑身肌肉酸硬。后来这个吊钢线熟了，其实挺好玩的。有一天快收工了，在房顶上我追赵文卓，我演张昭仲，追陈家洛，那个才1层楼多一点，那种矮房是不高，瓦片。好，他说当啊，可以啊，不绑，哎呀，放一块麦克就好了，不绑了，这么低。然后我要上去，导演拉住我，你可以吗？你如果不可以，你要讲哎。我说可以啦，都要拍了吗？上去，开始赵文卓啪过去，轮到我了，啪过去停下。你说你是高手嘞？我说怎样？高手是这样。他说你是小偷，因为很怕嘛，你站瓦片，你站站看，在屋顶上。糗。可是你是科班出身的嘛？科班我没有不不是都练舞的，只是跳舞，舞蹈有跳。你是所以我容易上戏什么科？表演系，表演系学的是什么？身材形表嘛。你跳什么舞？我们都学啊，我们芭蕾、民族都有学。你会跳芭蕾？不是会跳，我们形体课是每年都会有一些。那你会跳什么舞？什么叫会跳什么舞？现在你能跳什么舞？重点不是你看，你看啊，你说到芭蕾对不对？嗯。我们告诉大家学的什么哈？我们比如说学1位、2位、3位，就这种学这种基础，你懂吗？都知道。民族舞你要做什么对吧？西藏啊、新疆这个都，所以你要摆一个动作，你得有那个形，这都可以。你会吗？一摆就要这样，这好看吗？肯定比你好看，对吗？这好看吗？挺新的，对不对？我穿高跟鞋，我跟你讲。哎，是啊，你先要看到嘛。民族舞，柳阳哥，女人你看，哎，我们知道所谓概念就是过去要仰头，这不比较有份儿吗？这个我真的不行了，对吗？这个有功底。你要很土，那就肯定是这样喽。哎，真的行哎，因为这就是一个概念，叫华尔兹有个概念，对吗？我真的不知道你会这些，我知道柳阳哥你行，我知道形体你行。好，那再接下来就是你在新加坡有很多的这些戏剧作品，你演很多戏，你几乎每年都有演戏。然后《志在四方》这部戏你演了之后，第一次提名就得到了最佳男配这个角色。《志在四方》这个戏我自己是演得很舒服的，舒服的主要原因跟对手陈丽萍有关系，因为可能我跟丽萍年龄差不多，大家也是就是结过婚。对吧？整个经历都差不多，所以对情感、对婚姻的理解差不多。哎，是。所以其实夫妻间的这种争吵的戏，说出来的东西跟里边想的东西，跟演是有更丰富的内容是没有讲的，对吧？比如说，有一场戏，我们本来拿到的剧本是一大堆台词，内容就是我告诉他我们还是和好吧，因为离婚了嘛。然后当天现场我就跟丽萍讲，我说我这个话多，有些重复了，他也觉得。他要我们改吧，我们就两个人改，还没有完全想好。导演说彩排，我就忽然讲，我说看着他，我就说一句我要回家，丽萍就哭了。我哭。天啊！哎，很奇妙的就是，我一点没有印象。那天我们专门去跟导演聊，我们打算这样。很奇怪，就是我们彩排的一个偶然，就全世界都认可了。你有没有在这当中拍过很难沟通的一些戏？我以前比较不会顾及人家的，年轻时候都是。是啊，我曾经去很粗鲁的，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不方便讲名字啊，如果你有看，说声抱歉啊。我曾经很粗鲁的去回绝一部演出的机会。我一路来一直觉得我很有道理，无非就去跟他讲，我说，抱歉，我说我觉得这个很不合理，我说为什么这样？人家跟我讲说，你讲的就算对，那怎么办？就这条副线，我们这个现在节奏都要快啊，不能照你的这么改。我说那我就谢谢再合作，我不拍了。那从此他也再也没用过我，从此 ，Oh my god，几十年再没用过。你这么爱这一行的人，我当时不知道啊，不知道会被 ban 掉，年轻啊，你好大胆啊！后来我是觉得，其实也没必要。对，可能人家看的那个 view 是大的，演员总是看自己一点点，觉得这场戏不合理了，那场戏不合理。可是整体来讲，搞不好很合理呢。
我跟你讲，这是真的。比如说我不会演戏，导演每次要我讲话的时候，然后人跟人讲话，我就必须要有动作，然后他讲一句话，我要惊讶，然后他叫我肩膀也要惊讶，我就不合理。电视剧啊，它是一个风格，你可以不接受，但是它有的时候叙事方法它需要，这是一个方式。就好像影视作品有漫画式的，有喜剧夸张的，对吗？只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不能所有都写实啊。我觉得好的表演，就是把这一场戏要呈现的全部内容，通过你们的表演，让看的人完全收获到，这叫好的，别的都免谈。大哥一开始来新加坡的时候，日子不是这么好过的，就是大嫂跟你熬过一段时间的。刚开始嘛，无非就是人生地不熟，然后这个对未来不明朗哦，这个收入也很少哦。我们有过这个最穷，对我这辈子最穷就是刚来，老婆也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过到大概还差我忘了几天发薪水，我翻一兜。但是大家不要以为翻一兜就能翻出50来，没有。是我大概翻出2块钱，大概不知道忘了怎么会过成那样，可能是因为他刚来不久，我们花了一笔钱去买锅碗瓢盆啊，什么生活用品啊，后来我们2个人赊了1盒方便面。你觉得最难熬的阶段是什么时候？最难熬的阶段实际上是太太怀孕的时候。为什么？我太太怀的海孕从第1个月一直吐到生。哦 ，OK。生完孩子以后，产后忧郁，她忧郁症蛮长的，产后忧郁症。起码好几个月，我觉得后来我父母有来过，他一直有一点。你陪着他度过就对了。不是陪，他就觉得我的这个工作是不牢靠的，随时会失业，百口莫辩。那意思就我怎么告诉你我一直会赚到钱呢？你说这怎么证明法？你现在马上跑出去开5家店，你都不会证明明天亏掉呢？所以。对于忧郁症的朋友我跟你讲，亲人一定要有耐心，你不要急着解释，因为没有可解释性的。所以我当时也年轻，最痛苦就在这里。好在我父母在，他们是过来人，他们总是压制我，不然我每天要发脾气。可是后期我也知道，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回到上海。你对上海还有什么样的情节吗？倒不是上海情节，是。我那天在那个空中也分享了，是我爸爸岁数大了，那我妈妈是生病，得15年过世了。我一直觉得我爸爸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老。几个月前忽然有一天打电话，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煮饭。然后他忽然讲一句，他说我现在坐一下。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最近累了。你说几个月前你跟他通了电话？对啊，你能想象吗？一个人做饭做菜做到一半要坐一下，我忽然意识到老了，父亲年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疫情的关系，你都没有跟爸爸联系，包括你连得奖都没有让爸爸知道。对，我老爸不善于讲话，所以是的，我们的沟通方式很难忍。他不男人啊，这一次。亮亮，侬好伐？由于疫情，阿拉有几年没见面了。听说侬今年得到红星大奖，侬也没拿这个消息告诉阿拉，让阿拉分享。这个侬的喜悦，阿拉大家老开心。身体好伐？我身子样样好伐？辣辣微信当中。我晓得沈姐呢生活侪安排得老好，老体贴。洋洋嘛，当了2年兵，要去上大学嘛，还有几个号头，那么伊要出去打工，我觉得老好的。只要能够熟悉，了解社会生活阿拉上海也蛮好。上海呢，国海呢。最近也蛮忙的，因为会计事务所呢，除了外勤呢，还回来辣电脑上写不少报告，老忙的。那么我老了，国海呢，为我的吃穿用呢，侪辣微信上为我操办，我也好
不用操心了，啊，我现在身体也蛮好，啊，请侬不要牵挂。请你不要牵挂。哎呀，巴巴路这个时候我特别开心啊。然后他讲说，听说你得奖了，我想国亮没有告诉你吗？然后你还有一个弟弟在照顾着他，我觉得哎，想家了吧，想那个爸爸。其实，这个我觉得，要说哈，到现在为止，有什么事情不敢想的，就是，父母不在。是，特别怕。哎，你这节目太夸张了。这个是我们特地要送给你一个小礼物，知道你孝顺，你牵挂着那个，现在也回不去。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这种话没有什么感觉的，最近我忽然相信一句话说，不管你什么年纪，父母在就不孤单。真的，我有时候不知道，就想到这个就特别受不了。就是你看，其实我爸爸老了，就父母都会老，其实是我们现在应该，照顾他也好，应该，事实上也是这样，对吧？可是我觉得父母就是一个精神力量。我觉得人。我很难想象的就是，父母如果一倒，就从此你就很孤单。是。当然，就无奈的就是，就人生就是这样，对吧？生命就是这样。而且这个想归想，你自己也是别人的父母，自己也是其他人的一个大树，所以反过来也是对。像我太太就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彼此提醒，就是健康是最重要，真的很重要。我们是别人的一棵大树，就要想办法就挺住。我们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国亮，这是一个小小的心意。我觉得刚刚那个从上海捎来的是一个贴心的问候，然后因为知道大哥的那个。这都是一个小手信而已，送给你的节目制作组送给你的，因为了解你生活习性。太可爱，太可爱！我最近要去画谱，你知道吗？这也是有寓意的嘛啊，节节高升嘛，希望自己家里有一盆2颗没有长得那么好，刚出芽，但这个注意少水。话痨又来，职业知道吗？这是哇塞。哇，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好的，因为都要换盆啊什么。大哥最近喜欢，可是为什么只有一副女士的好？因为大哥最近都是除了读书以外，我就要买这个，我昨天真要买，哇塞，我一点没有骗你，太好了。还有什么哇吗？没了吗？这个你知道哇！这我跟你讲，所有的花盆都要松土，一段时间松土，要不然混凝土一样还硬的哈。太厉害了！这个是你看像个小孩子一样，而是我一个送礼物像小孩子这么开心的，太贴心了哇，真是。但是谢谢大哥今天能够上场面上节目，也只有我们节目见到大哥。我觉得全听你说，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陈玉凤貌似没有章法的前提下，还是在一步一步的完成他所要求的那几大块。它不是以问题来带入的，是以一块一块这个板块式的，这样呢让嘉宾更加的可以卸下心理的防线有的时候你觉得纯粹是在聊天，像我因为做主持，很多时候我会误判，所以是掉入他的陷阱。我会觉得这一段肯定是不会剪进去的，后来发觉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在访谈当中。厉害了，大哥，这很高明啊，很高明。这种表扬怎么样？不落痕迹吗？太厉害了！北京烤鸭再上一份骨头给他。
我现在回去找他，这太神奇了。而且那天我还是晚上跟他沟通了。那么好，大嫂，你别跟他讲，我在这边啊。他在哪里？我在房间。好，我跟你讲，大嫂，我就开始讲。恭喜你，到目前为止你的礼物是最贵的，吃的到这个园艺的。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